这个 ferry 就是渡轮进港，缓缓地驶入港口。你看啊，这个远处的群山，山上那些白云，白云上面的蓝天。你看这边有好多大雁啊，这些大雁在那吃草哎。眼前的这些面海的房子，其实就是一些公寓房，但我相信建在这个地方呢，应该价格不菲。Okay, thank you. Oh, sure, sure, yeah, take some. 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在上那个 Cypress 滑雪场的半道啊，就突然发现了一片草坪，看到有人在这边坐着，面对的呢就是海湾啊。你看啊，对面应该就是温哥华的邮币溪那个地方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很开阔，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左前方呢就是 downtown， 大概是这么一个地方。这边应该是要建一个公园吧，还是说这边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啊？很多都在维修或者是在建设过程当中。你看，有很多的公司还在进行当中。温哥华呢，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自然观景的地方。现在我的相机啊，面对的呢就是温哥华的这一大片的海岸，一直从那边过来啊，从邮币溪转到downtown，转到石门桥，甚至可以看得更远。我后面的风景非常美啊。山坡上开了很多的野花，你看这个花也挺漂亮啊，不知道是有意栽种的还是野生的呢。你看这个紫色的花，蜜蜂在采蜜啊。但更多的呢，就是原始森林一般的树木。我相信这边的人呢，最舒适的这种休闲方式，就是找一处景观好的地方呢，随意的走走逛逛啊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可以自己带一些食物啊，和家人和朋友呢，找一个桌子在那边吃东西、说说话、看看景。当然，如果愿意花一些钱的呢，就可以在刚刚看到的这种一个餐馆啊，一边吃一些东西，和周围的不认识的人呢，大家也可以有些互动。好，这个呢是我在去 Cypress 山
这个半山的时候啊，看到的一个停车点，在这边呢就稍稍停了一下车，看了一会儿风景。我们继续出发。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和我的家人开车来到了Horseshoe Bay 啊，中文叫马蹄湾的一个地方。这也是我们每次来到温哥华呢，都会到这边来闲逛一下的地方，因为这边呢让人特别的放松。我身后呢就是海湾，应该可以看到后面有个码头，这边呢是去纳纳伊莫那边的一个码头啊，就是渡轮去到温哥华岛呢，应该有几条航线是从这边可以去到岛上来回的。我们在这边随意的走走逛逛啊，看看风景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是这几天下雨之后的一个晴天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海湾，正好有一艘这个 ferry 就是渡轮进港，缓缓地驶入港口。其实我们刚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啊，从高速公路见到Horseshoe Bay的一个出口的地方呢，就看到了很多车啊，在那边要上这个船啊。这边呢就是车直接开到船上去，然后呢搭乘这个渡轮，人和车一起给你运到温哥华岛上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你看这边也有好多只大雁啊，而且有些带着大雁宝宝，应该是几个家庭啊形成了一个小社区。就在这个地方呢，真的什么也不用干啊，就是闲坐发呆就好。然后满眼的都是景色，你看啊，这个远处的群山，山上那些白云，白云上面的蓝天。刚刚呢看到了一大群的鸥鸟，所以你看前面啊，这边盖了很多度假型的房子，我相信都是一些度假屋。刚刚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在Horseshoe Bay的周围顺着 Marine 这条路啊转了一大圈，开车经过了很多社区，甚至呢还经过了一个高尔夫球场，就看到这边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啊，跟我们在温哥华城里看到的那是有很大的区别啊。就非常放松，非常恬静，好像与世无争那样。但实际上呢，他们又非常注重自己的权益啊。因为刚刚去到一些面海的小社区啊，都是严禁停车，然后呢，大家好像非常注重守护自己的家园。这也正常啊，就谁也不希望外人来打扰。现在我看到那个渡轮呢，已经靠岸了。这个海水啊，你可以看到非常之清澈啊。当然，可能也不是很深的缘故啊。你看，清澈见底。在这个海湾呢，就有好多的小游艇。那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海边的社区啊，这种游艇都满了出来啊，就多到好像是每户人家都有一艘这样的感觉。吹吹海风，感觉非常的舒适。半年以前来过，那时候天还比较凉爽，或者说比较冷。但今天呢，
正好是沐浴着夏日的春风啊。为什么说春风呢？因为真的像春风扑面一样的凉凉的，非常舒服。生活是需要一些点缀的啊。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的人，尽自己的能力啊，总会能够挤出一点点金钱，然后呢，利用一些时间到一些你想去寻访的地方，稍稍的过几天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看看不同的风景。我觉得这都是普通人的一种内心的向往吧。哦，你看这边有好多大雁啊，这些大雁在那吃草哎。更好玩的是，有好多小小的大雁啊，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小鸡仔一样的。你看，这些大雁应该才孵化出来，不知道有多少天啊。我相信就是刚刚新生儿，在这些鹅妈妈的照应底下，在太阳底下，草坪之上，就这样的像一个家庭一样的生活着，觉得挺好玩的一种景象。现在走的这片已经形成公园化的绿地呢，应该是前些年啊逐渐的搞起来的。我相信也跟周围的这些房子的发展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，因为只有这样的发展呢，才会带来一些收入，增加税收，政府就可以有一些支出。你看这些房子啊，建的就跟那种度假房没什么区别啊，也可能有些是作为酒店用，但是更多的可能就是大家买来自己度假啊。每次到加拿大来呢，肯定事出有因啊，要不就是为了小孩安排一些事，给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要不呢就是跟他们的学业有关。像这次呢是我的小孩，他毕业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过几天就会去到多伦多参加他的毕业典礼。但是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也稍稍的花一点点时间啊，到温哥华再来领略一下我们最喜欢的这座加拿大的城市的风光。所以每次到这边来呢，时间有时候不是由我们来决定，就是正好撞到什么样的时间呢，就看什么样的季节的风景。我们从这边来看一看啊，眼前的这些面海的房子，其实就是一些公寓房，但我相信建在这个地方呢，应该价格不菲。很多相对比较成功的人士啊，他们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啊，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让自己心情放松的地方。门前呢，就是一个游艇的码头，相信很多游艇呢就属于这些度假房的房东。这个呢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生活方式啊，因为靠海，你需要有能力负担一个游艇，然后呢，你还要有这个兴趣啊，经常开着你的船到海里去闲逛，或者钓鱼，
或者呢就是在那边看看海里的风景，吹吹海风。你看我们对面那个巨大的渡轮呢，它已经停靠在码头上，从船肚子里面源源不断地开出很多的这些车来，这些车呢就是开到陆地上去到各个地方。我相信呢，曾经在加拿大生活过的人们或者是到这边来旅游过的朋友呢，都会喜欢加拿大的一些自然的风光。就像我们今天开着车从这个奔纳比出来，走的是1号高速公路，过了 Second Narrow Bridge， 就是第2窄桥然后呢就去到了北温，再经过西温，就顺着99号公路一直来到了浩旭贝。继续往上去呢，就去到一个滑雪的圣地也是开冬奥会的地方，叫 Whistler。但我们今天没有去那么远，我们就打算在这个浩旭贝这边稍稍的闲逛。那么我也是希望能够把现在的看到的这种美景呢，分享给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美景，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。也许呢会勾起一些来过的朋友他美好的回忆，或者呢也会给某些朋友一些启发。下一次呢把这里当做一个旅行的目的地那不管怎么样呢，我觉得就是分享生活的美好，祝大家每天都有好的心情。好了，今天呢就是先闲逛一下而已因为我的家人还在那边等着我，我们等一会儿还要陪着家人一起逛逛，找个地方吃饭。在这个专门吃炸鱼一个餐馆刚刚点了2份炸鱼和薯条，现在正在准备它做出来，我们就准备来到海边去坐，在那边吃。这边我们也可以看看这条街上现在非常的宁静，因为今天并不是礼拜天。那这边呢也有很多其他的餐馆甚至还有一家中国餐馆叫美味园。前面那家呢是我上次来时候吃过的 Subway。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店，有些呢是卖手信、卖纪念品的，但更多呢就是餐馆。Okay, thank you. Oh, sure. So, yeah, take some ketchup. Thank you. 这个他给包的好好的好，现在我们买了炸鱼，准备到海边找个座位在那边坐一坐，吃一点这边的特色炸鱼。这边2个带狗的，哇，狗狗在吃冰淇淋。这里的人们真的把这些宠物当人一样的养你看这边还有2只，特别好玩。看看我们买的，它是2块这个炸鱼，还有一堆的这种炸薯条这个看上去量还是非常的足，一共是82块加币左右吧。好，可以饱餐一下这边的炸鱼了，我们开吃吧。就在这边一个非常好的风景的地方我们在这边品尝炸鱼和炸薯条。
那就分享到此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。我们下一段拍摄分享再见，拜拜。